豹2A6和布莱德利在俄乌冲突战场被摧毁了。这个结果虽然不意外，却让很多台湾网民崩溃了。大家好，我是世涛。在俄乌冲突战场上被摧毁的所谓的神器的这种武器越来越多了。那么最近的这个牺牲品呢，是德国援助的豹2A6坦克和美国援助的 M2A1 布莱德利步兵战车。可以说这两款武器都是在冷战时代中西方阵营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并且呢，也是在9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军事杂志为这个中国的军迷们所熟悉。那么由于在报道上的一些技巧西方媒体把这一些当年的这个西方主力的作战武器描绘成了不可一世的神器，特别是所谓的这个豹2A6的装甲有1米厚这个所谓的这个附加装甲非常的巨大，非常的厚重以及这个长身管的火炮多么牛后来在一些照片中，大家突然发现曾经被吹嘘的不可一世的这个豹2A6，原来它的侧面装甲是空的这让很多人产生了对之前西方媒体报道的质疑，也开始了大多数的军迷朋友们探索这些武器真实水平的这个道路。那么这些武器现在被送到了俄乌冲突战场，让人非常期待的这个俄罗斯或者叫苏联制的这些主战兵器与美西方的主战兵器设想中的这种大对决，终于在冷战结束后30年在这个欧洲大陆上上演了。可以说这一片大陆的环境基本上就是当时设想的一个作战的环境，因此大家非常的好奇在一个基本上接近于假定环境的这个战场中，他们之间的冲突的表现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让大家期待的一种化学反应呢？结果出来了西方的武器其实并没有这个他们之前吹嘘的那么强。那大家也看到了，最近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击毁了豹2A6坦克以及前来救援的 M2 步兵战车。那这一个结果其实是在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内的毕竟它是武器就有可能会被击毁不存在所谓的不可战胜的武器。但是我们要说，这一次这个结果的出现还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那么这个很多人呢，就是一群过度于迷信美西方装备技术水平超高的这么一群人，特别是中国东南部那个小岛上的一群蛙民。那么俄罗斯击毁豹2A6以及这个 M2 步兵战车的新闻出来之后呢，很多台湾的网民就主动出来辟谣澄清说这一定是造假的这肯定是 PS 的。那么在更多的包括视频包括照片以及各个角度的这种信息传递回来之后呢，台湾的这些网民终于是真的破防了。我们都知道西方武器强于东方武器的这种假定设想，一直是台湾部分台独分子以武拒统的话术之一。他们强调自己可以用高昂的代价换取精锐的西方武器，用这一些所谓精锐的神器来抗衡祖国大陆人民解放军的统一的步伐。那么这样的神器在历年来更迭过非常多比如说台湾媒体中现在口中所说的这个 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那就是当年他们吹嘘的那一款神器。但大家要知道，这个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实际上它跟豹2A6它互有短长，对吧？那在豹2A6都被击毁的情况下，对于台湾媒体台湾民众对这个 M1A2 坦克的信心，那是一次极大的震撼，甚至于可以说是对基础的摧毁。我们也要看到其实大家都明白的一个道理，武器必须要在适合的战场上以这个适合的人来操作，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那么这一次豹2A6在乌克兰的这个折戟，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乌克兰军方仓促上阵，并且呢整一个这个配套的作战体系并不健全。那4辆孤零零的这个豹2A6放在谁的眼里那都是一块肥肉，有几百种方法能把它给啃掉。而对台军来说，其实存在一样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类似于 M1A2 这样的主战坦克，那是70几吨的庞然大物，它根本就不适合台湾这个水网密布啊，各地都有桥梁的这么一个结构。实际上，采购这一些所谓的美西方高级装备，不过就是给自己点一点安慰剂罢了。那么现在连这一点安慰剂的肥皂泡都在真正的战争中被戳破了，可以想见对台湾这些人来说心里是怎么样的一种崩溃的感觉。当然了，我们希望这样的神话泡泡被戳破的越多越好，毕竟未来的两岸我们还是希望它走向和平统一的这条康庄大道，以武拒统的这一小撮人必定要被我们给彻底消灭。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